我是日新。上回是说到新民联的刚结束因为和刘班的一次不打不相识嘛，我终于是在部队开了窍，理解了刘班的良苦用心，也终于摆脱了自己的书生思维，不担心当兵会荒废自己的学业了，从而认定自己只是一个兵嘛。虽然是以牺牲刘班的职业生涯为代价的，当时也就放弃了读书，放弃了写日记，然后开始专注手头的事情，希望认真过好这2年的军旅生涯。但是我当时的性格还是没什么转变嘛，依旧是很孤僻的那种，所以说很多事情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转变。故事的转折发生在那个过年之后嘛，其实我们部队的过年也是很有意思的各种类似庙会的活动，比如说猜谜拔河包饺子最重要的是我们小超市，就是我们叫服务社，每天都会开放，感觉比地方过年还要更有年味儿一些找机会我也补充一下部队的日常生活，看看跟大家想的是否有出入也不知道现在改变了没有就是当时到了3月份了，已经支队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呢，就是特勤招兵。特勤就是武警特战特勤招兵的模式跟普通单位是有区别的，就因为我们是从新民联直接下连就分到单位里的嘛，但是特勤的话，它是从下连后的各个单位里去挑新兵的因为每年都有，所以说班长都很清楚，也会在日常聊天当中跟我们透露说什么特勤吃得很好顿顿都会有牛肉，然后玩的枪的种类也很多，不像我们基层只能打步枪。但是我当时身边的战友就是没有几个想去的之前有说过，我们6中队是个执勤单位主要任务就是在军区大院里面站岗执勤算是个美差了，因为去了军区大院之后，一个是没有很多的训练，二一个是也不会像支队那样规矩这么多，所以说是很多当兵的人理想的去处。甚至隔壁中队的战友都会跑过来羡慕，但其实隔壁2个中队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清闲的。你看像8中队他们是出仪仗跟纠察的，7中队是搞文化大合唱的比较累的应该是其他几个中队，你像1、2、3、4、5中队他们是机动中队，哪里需要哪里搬的还有就是90中队他们是装甲中队，是开装甲车的，还有就是防化中队、救援中队。防化他们应该可以接触到很多的特殊设备跟特殊车辆，救援的话我当时主要觉得就是跟一些救援犬打交道所以说看一圈下来的确是我们要清闲一些班长也一直说我们是整个支队最幸运的一批但这种真的能算是幸运吗？其实我觉得倒未必阿才也是这么觉得的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聊天嘛，结果就想去的人里面真的只有我跟阿才我跟他的想法也很一致，他是觉得站岗没有意思，即便能看到军区大院的很多大的领导也不会觉得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有什么帮助回到学校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跟朋友同学愉快的吹牛逼。我当时是觉得你去了特勤之后肯定能见识到很多新鲜的东西，但是你一直在基层待着的话，好像一眼就可以望到头一样不过当时我跟阿才都觉得肯定选不上我们2个，因为我们俩的体能素质在中队都还算是靠后的所以说当时我们也就只是想想但是命运这种东西怎么说呢，真的有时候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然后就到了选兵那天嘛，我也忘了是周几了，反正就是早操过后我们当天就没有任何的训练科目了，因为是要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选完就需要1整天了现在说也应该算不上泄密了，因为我们老支队的番号现在都已经被撤了，因为军改，就像钢七年也已经成为他战士们心中的回忆一样，就是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支队大名叫武警总部直属支队也是在军改当中，但渐渐的被人忘却了。但我是不会忘的，像我们支队的队歌叫《铁拳之歌》，还是阿正谱曲演唱的，就是那个唱一片冰心在天涯的那个阿正，他也是我们支队出去的我们总部直属支队一共有12个中队嘛，2个装甲中队在山里，没有在市区，他们是在山里同步的姓名筛选轮到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在下午了，即便大多数人都不想去嘛，但是轮到我们的时候还是都是要去列队集合的下楼的时候周围的战友还计划着怎么说表现的稍微差一些这样就不会被选上之类的期间我还跟阿才对视了一下，他就在那边耸耸肩当时我们就到操场集合，我以为是那种很严格的体能选拔，结果不是测试的内容很简单，就是绕操场跑1圈，然后再做几个引体向上只是全程都是有几个士官跟军官看着，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特勤中队的主官们跟班长们但是尽管只有这2个简单的项目，我都还没有达到特勤的选拔标准，所以说当时还是蛮难过的。阿才也有一个没能达标但是真的就是全靠同行衬托，就是
全部测试完之后嘛，我们列队，感觉只有我跟阿才在紧张，其他人因为都没把这个当回事儿。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特勤的队长突然就生气了，他姓武嘛，就叫他武队吧。武队算是我的贵人了，他在关键的时候拉了我2次，选兵这是第1次。他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松散了啊，他直接大声的叫着啊，这些是谁带的兵啊？然后我们队长就跑过来了。特勤虽然也是一个中队的编制，但是主官的军衔都是要比基层要高的。你像特勤的主官都是2-1星，而基层的主官一般都是1-3。所以武队就对着我们队长在吼嘛，他说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一个个松的跟蛋皮一样。你们知道什么蛋皮吗？就是你们现在下面那个软塌塌的那个。然后我们的队长就开始对着我们吼啊，叫我们站好啊，而我们就开始站军姿。武队就开始在我们的队列里面来回的踱步，仔细的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啊，说什么啊，是不是都不想来特勤啊？啊，谁站的不好我就把谁挑过来练他几个月，治治毛病。啊，我听完这话我就觉得他说的是反话嘛。然后我当时就使出吃奶的劲儿，把胸脯挺得老高啊，然后身子前倾，努力的成为队列里面最显眼的那一个。他就真的第一个走到我的跟前，然后捶了一下我的胸脯，问我啊，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我说报告，我叫张新伟。他又继续问想不想来特勤？我说报告想。但是他看了一眼成绩表啊，然后又过来看了看我，说你离我的要求还差一点。我说报告，我能练。他又看了看我，就是可能就是觉得我底气不是很足嘛，就重复了1次说啊，你成绩不太行啊。然后我又大声的喊了出来，报告，我能练。他也就喊出来一声说好，出列。我当时就出列了。然后接着他就又对我们队列里面喊了一声说还有谁想来？这个喊的最大声的就是兵才了，就是夹带着迫切的那种大声的喊，就说辨识度很高的。所以说他也让兵才也出列，阿才那个挺着罗圈腿就出来了，那后面特勤的班长还有笑的，但是武队却说我就喜欢这样的兵啊，然后说其他人带回吧。带回的人里面，当时我还看到刘班还在那边冲着我笑，就很欣慰的那种笑就这样我跟阿才就被留下来了嘛，就是感觉跟做梦一样。我当时还是有些懵的，因为一直手还在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脑子一热，或者说被什么东西推了一把。直到那个特勤的班长走过来跟我们讲调动工作的时候，才冷静了一下来。然后中间武队还走过来跟我们说，好好干，做好吃苦的准备，并说让我们抓紧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就要报到。当时就是觉得周围所有的事情都在开始飞速的变化，我跟阿才都是非常兴奋的。他还给我看他手心里的汗当时我们俩真的都没怎么去想以后的事情。但是后面我跟阿才因为训练都吃了很多的苦头，但总体来说应该是我吃的苦比较多一些。我俩回去收拾东西回到班级里，发现就班里的战友都在蹲着，就是看上去就是应该因为今天的事情被罚了嘛。我跟班长打报告，然后班长笑着就让我抓紧去收拾行李，然后去队部去拿钥匙，去库房，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行李都在库房嘛。我跟阿才在队部会合，他跟我说他们班的人也都在蹲着呢，所以说看来是因为整个中队都因为这个事情在挨罚。然后我们收拾完行李又去队部，通讯员把我们当时上交的手机又拿回给我们。我当时上交的是华为 P7当时上交的时候心疼的了不得，因为我知道部队是会管控手机通讯的，但是当时没有想到是直接智能机都不让使用。我们新兵连1个月才能用1次电话亭，然后下连之后我们是用的那种9键的功能机1个星期会下发1次，只能打电话发短信。所以说这是我时隔大半年又重新摸到了智能机，所以说感觉亲切无比。怎么说？但是后来没多久我们就可以允许使用智能机了。而且当兵越久越滑头嘛，老兵通常都是教一步藏一步的，然后我们也有样学样的，因为带着偷感玩手机真的超级爽，而且在那个环境下你真的是很难戒掉这个手机瘾。而虽然一旦发现手机会被没收嘛，但是被没收之后又会忍不住就再去买。毕竟我们当时津贴也没有说可以花，所以说我们退伍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就领了4-5部手机回家了手机多了也没处用当时我跟阿才拿到手机之后就迫不及待的给手机充电因为当时战友们都还在挨罚嘛，所以说我们也不好意思回班里再加上明天肯定还是要上交手机的，下次摸到手机就指不定是什么时候了，所以说我跟他就跑到洗衣房里去，想着能玩一会儿是一会儿。我当时刚开机，手机就收到了几十条未接电话的短信基本上全都是我妈打的。我妈她是知道我这部手机是上交的，
但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给这个手机打电话，一直打到下联之前。因为我们下联之前基本上是1个月才能跟家里通一次电话嘛，能沟通的机会很少。当我们难得去电话亭的时候，基本上很多战友都是哭着出来的。我猜呢，他是因为想念啊，又或者说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因为我都是有些带着哭腔的跟他说，可能也是让他有点担心了。就是我妈甚至还加了刘班的微信，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给刘班发过消息来确认过我的情况。而是去选择去打一个这种大概率打不通的电话。他在打电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心情，他打不通的时候又是怎么想的，其实我都没有太去细想，或者说是不太敢去细想，只是止不住的会回想起他当时送我上渔民车的时候那个情况，就是独自一个人在那边抹眼泪嘛。所以说我到现在一直也没跟他说过这个事情。他甚至可能也不知道，如果电话打不通的话，是可能会有提示短信这种东西的。所以说我可以确认的是，我妈妈肯定是关心和爱我的，这也是我现在不敢贸然出轨去伤害她的原因之一了。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向她一点点去渗透的。我跟阿才就一直在洗衣房玩到那个哨兵开饭嘛，然后这也是我在6中队的最后一顿饭了。但是当时的气氛确实很压抑的，因为大家都挨着罚了嘛。然后只有我跟阿才没有受到这个压抑的气氛的影响。然后饭后看新闻呢，也是只有我跟阿才还有班长们是坐着的，其他人都还是蹲着的。当时还觉得蛮尴尬的。新闻结束后也是只是让我跟阿才回班里去了，其他人都还在那边蹲着。然后洗漱的时候，战友们过来跟我们说，他们蹲了整整1个晚上。刘班还过来跟我说，去到了特勤之后一定要说我是他带的，当然是我是他带的，然后我跟阿才都是他带的，然后我也的确这么说的，只不过我还是把6中队的第2个班长也加上了，因为我那个班长也对我挺好的。第二天早上吃过饭，我跟阿才就打包好东西去特勤报到嘛。然后不像基层中队都是3个中队一栋营房，特勤是1个中队就占了一整栋营房，而且就挨在机关旁边，靠着营区大门。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然后在营房楼下列队，然后老兵在夹道欢迎，就是感觉又像入了一次伍。特勤的老兵感觉整体的气质都跟基层单位的不太一样，而且那边的人要么是干练精瘦的，要么就是人高马大的。怎么说感觉就是很帅的那一种而且我一直这么觉得，就是我们所有经历过的事情，还有遇到过的人，都会在我们的身上留下痕迹的。而且眼睛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我也特别喜欢看一个人的眼睛。特勤那些老兵的目光就是特别的有神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带了点滤镜，导致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有一种伪造简历但是最终拿到了大厂 offer 的感觉。但是还是那句话嘛，来都来了嘛。班级当时是直接分的，就是我还是没能跟阿才分到一个班里去，但也不影响我们平时相互照应因为特勤后面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大家庭，就是没有什么分班的隔阂。然后我们在班里放下行李之后，没有看到班长，然后队长就说让我们在外面集合，带我们参观一下营房。其实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参观营房，营房有什么好参观的，但是参观完之后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特勤单一个单位就要占一整栋营房的原因。因为装备实在是太多了，什么侦察装备突击装备枪械库全都堆得满满当当的。当时队长就对我们说，这些将来全都是你们的，好好干。又说一些鼓励我们的话，说什么他挑的兵不一定都是体能最好的，但一定都是最有潜力的。只要关键时候能拿得出来，那就是好兵。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感觉是说给我听的。其实在特勤的1年半，应该算是我这辈子最狼狈的一段时光了，出丑的场景特别多，感觉比许三多还要多。许三多好歹还有很多高光时刻，但是我几乎没有。我几乎是从开始狼狈到退伍的，好几次想到过放弃，但是最终也都算坚持下来了。可能主要一部分也是因为这句话，就是关键的时候要拿得出来。而且我也不希望当时选中我的人会觉得自己看走眼。而促使我能坚持下来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因为我遇到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班长，就叫他建伟班长吧。我觉得说他改变了我的一生也不为过就是相比我后面爱上的那位班长，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应该把更多的感情回馈给我建伟班长的，只可惜，错付感情是我的命运，我了解。就是我们参观完营房回来，班长就在班里等着我们了，也就是建伟班长嘛。他之前是开会去了，然后他是人高马大的那一类，就是我178的身高都要抬头看着他，然后他在那边乐呵着做着自我介绍，笑眯眯的说他是山东临沂人，今年是他入伍的第7年了，他喜欢打篮球跟玩那个梦幻西游，脸也是圆圆的，感觉很亲切，而且看上去没有什么威慑力。但是一旦这么想的话，真的就大错特错了。就是你在部队里面，但凡能当上班长的，一定有他特别的过人之处。特勤的班长就更是如此了。我们建伟班长他有2个3等功，都是在比武大赛上面获得的。然后虽然他看着人畜无害，甚至还有一些呆萌的感觉，但是如果惹他生气，他是真正的雷霆大怒的那种。如果是见过他生气的人，肯定是不会去招惹他的。但是只要平时相安无事的话，他就是邻家大哥哥的那种性格，就是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反而会让人觉得很好相处。他虽然只大我1岁但是看人看事都是非常的精准毒辣的。他自诩心直口快，但是其实也是毫不留情就是基本上脑子里想的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能看穿我的一切的虚伪跟软弱。我估计当时整个班里他应该是在我身上花了最多心思的，但是直到退伍我都没有给他长什么脸。不过在他结婚的时候，他是邀请我去做那个来宾致辞的，说我是他带过的里面最能拿得出手的一个，还挺让人不好意思的。见到建伟班长之后，就算正式加入特勤了嘛。他说2天之后我们就要回到密云去展开集训，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第2个新兵连就要开始了。海淀的雾霾都还没有吸够呢，就又要回到密云去看银河去了。也算是真正的地狱就开始了。不过相比新兵连，精神层面的折磨更难熬一些，就是特勤那边真的就是肉体层面的折磨。不过精神层面的折磨也是有的，就是像我说的，就是长期那种吊车尾的心理压力。我们就回到了密云，然后住在装甲大队的一栋营房里面。之前主要说到那个装甲大队，它也是隶属我们直属支队的，只是分到这边基本上就跟市区无缘了，因为都是在山里。装甲大队虽然只有2个中队，但是营房却建得非常大，一栋楼顶市区的3栋不仅是因为这边有很多的装甲车，也是因为就是每年的7月份到9月份也是支队的官兵需要过来集训的，就在这里下训。控制的营房呢，就是为了那个时候准备的。跟特勤不一样，特勤从每年的3月份就要开始集训，一直训练到9月份跟大部队一起回去。毕竟市区的场地受限嘛，很多科目训练不了，比如说射击攀爬这些东西。然后开训的第1天我就掉队了，因为在6中队的时候我们早操嘛，只是慢跑2圈，然后做俯卧撑，而且跑步的时候只要求你合步子，步调一致就行了。然后在特勤的第1个早操呢，就是跑3公里，不仅要求要合步子，还得要跟得上队伍。当时带队的排长已经说了让新兵去当排头了，因为如果让老兵当排头的话，整个队伍就会被带飞了，就是我们新兵会跟不上老兵的步子嘛，然后整个队伍就会散。即便如此的话，跑了2公里之后，我也就跟不上大部队了。还有阿才跟其他的2、3个战友，掉队的感受是很不好的。但是有人跟你一起掉队的话，负罪感就没那么严重了。但是总归还是会有一些难受的。建伟班长当时看了看我，也没说啥，说你下次坚持不住的时候，晚几秒钟再打报告。但是这种报告我打了很久就好不容易早操3公里可以跟得上队伍了，然后早操就变成5公里了，5公里又开始掉队。这都还只是早操就是早操都是热身用的。头1个月我们都是基础体能训练，还是新兵连的那些东西，只是加量不加价了。之前说过我是只有耐力好，但是爆发力这种真的是说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事情。然后3公里在特勤我觉得都算得上是爆发力的科目了，因为我觉得他们跑3公里的时候都跟跑400米是一样的然后一堆人跑3公里都是11、2分钟，我当时跑进15分钟都已经竭尽全力了，然后直到后来我最快的一次也只跑了14分钟跑进去的。而且头1个月我几乎所有的训练科目名次都稳定在倒数前3的，然后直到后面的武装5公里或者说越野5公里我才稍微进步了几个名次。建伟班长跟刘班一样都没有在这个体能这一块为难过我，但是他跟刘班不一样，是他是会坚持抓着我不放的。
像别人训练完结束之后都是走着回去，他就经常要求我是老汉推车的爬回去，就是一个人抬着我的腿，然后我用手爬着走嘛。老汉是经常换的，但是车头只有我在当啊。就是有几次我们是从靶场带回的嘛，然后靶场距离我们营地有1公里多，然后把老汉都累得够呛，我中途自然也是都没有力气了，都是用脖子撑着，脸贴着地面休息，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甚至筷子都拿不住。训练我是加码的练了，但是我接下来的问题才是建委班长比较忌讳的，就是不够团结。因为我当时性格还是有些孤僻的，有了点集体意识，但是不多。态度这种东西你可以很快的去端正，但是性格这种东西要改还是有点难的。他对我第一次发火也是在一次训练当中，就是我马上就要掉队了，然后身边有一个战友就想过来拉我一把，开始拽着我的衣服往前跑。我是真的跟不上他的步子，而且当时肺都已经快跑出来了。而且比较要命的是，我那个时候那个非常没有用的自尊心又开始发作，我就把战友的手从我衣服上面扯下来，然后甩到一边，喊了一句别管我。战友也是小年轻嘛，也是心高气傲的，我这么对他，他肯定心里也不爽，然后也甩给我一句你爱鸡巴跑不跑，然后就直接跟着大部队走了，没有管我。然后这个场景就是被建委班长看到了，当时那个科目训练完，他就没有让我继续训练，而是把我叫到了一边让我蹲下。就我当时刚蹲下嘛，他就踢了一下我的屁股，然后我就因为重心不稳就倒在了地上，他再让我蹲好，我刚蹲下他又把我踢倒，就这样把我踢倒了3次还是4次，才开口问我丢人吗？我没有说话，就是又有点想掉小珍珠了。他说你掉队都不觉得丢人啊，别人拉着你跑你就觉得丢人了啊？我说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他就带着点生气的说我平生最恨把别人的好意当做驴肝肺的人了。他说你当兵都大半年了，我问你，你现在觉得谁对你来说最重要？我当时有点沉默了，因为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他加大了音量说，我让你说。我就支支吾吾的说了，我对我重要的人有家人，还有或者说我社会上的一些朋友，因为相处了10几年的他就一副不出所料的那种表情看着我说那他们现在能过来拉你一把吗？我沉默就没有说话，就是有点明白了他的意思了。他继续说告诉你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你手头的事儿，最重要的人应该是你身边的人。而我平生最恨不团结的人你来了特勤都1个月了，你眼里还没有你身边的战友吗？一到休息的时候你就去找那个李斌才跟戚时雨是吗？怎么整个中队没有你能说话的人了？我当时也就沉默住了，没有说话，因为是真的这个样子的。我之前都是只愿意跟自己认可的人去交流一旦自己到了一个新环境里面，发现这个环境里有那么1、2个人自己可以去交流那么就只会认定这2个人了，形成路径依赖。跟其他人的话，就是能少接触就少接触，甚至会有些拒绝接触所以说在部队这种大任务里面的话，这一点就会显得非常格格不入。就是哪怕你到了社会上，你有这一点的话，也是很吃不开的。但是你一贯的行为模式的话，你自己是很难察觉的。我也是通过这次对话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建委班长就是先是带我去道歉嘛，就像训小孩的一样，明明只大我1岁而已。然后战友也比较好还说不仅原谅了我，还说什么下次还是会拉我的。他这一拉就拉了我1整个集训了，因为他的体能素质比较好，然后每次调队都会尝试过来拉我，然后也不只是拉我的衣服了，而是选择拉我的手了，然后我也因此多了一个战友有时候我会觉得部队真的很像一个巨大的幼儿园尤其是处理2个男生矛盾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你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2个兵哥哥手拉着手面壁思过这种场景，真的是非常常用的一种调解手段。就是在部队里很多时候也是2个人闹了矛盾之后，反而关系变得越来越好的。然后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但是1、2个新的朋友是不够的。建委班长还是觉得我不够合群毕竟我跟班里的战友都还没有打成一片而且当时班里还有一个叫阿正的，我当时一直看不顺眼，就是因为他喜欢占小便宜，比如说在小值日的时候把分多的零食据为己有，比如说偷跑去服务社买东西，或者说私藏手机什么之类的。
其实这些压根儿都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就是看不顺眼，而且讨厌这种事情一定是相互的。他也跟着他关系好的哥们儿一起孤立我，比如说打牌不带我分好吃的把我忽略之类的，就真的很像幼儿园。这个事儿被监委班长发现之后，监委班长也是只是抓着我骂，就是把我的想法跟监委班长聊了之后，他就把我骂得更凶了，因为原因也是说我幼稚监委班长说我以后看不惯的人会多了去了，但是不相处的话，那肯定就是我的损失，而且我也没什么资格去看别人不顺眼。他说我说那些小动作他都是知情的人家奇任跑得快，各个科目训练成绩也好，这些小动作就是他的特权，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这就很扎我的心了，也让我真正的闭上了嘴。不过我后来也发现，其实监委班长很多都是不知情的，就是他看似一切尽在掌握，但是我们真的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蒙混得过去不过这些事也确实教育到了我然后接下来有一天阿正在班里分零食嘛，然后我就凑了过去然后问他说你这是从哪儿搞的，我也要。他当时有点不可思议的看了我一下，然后但是还是解释了说这是他倒垃圾的时候在后山的老妈子那里买的。他又看了一下我，但是还是把东西分给我吃了。就是真的就是如果你不能改变规则，那就努力的去适应规则，然后成为规则的受益者，就是从中获得好处，也是我现在的行动准则之一了。而且两个人拉近关系最好的方法，那就是一起干坏事，或者说一起受罚。然后他还教我怎么藏手机，然后带我去后山私会那个老妈子，然后被抓到后我们两个人一起罚蹲。然后所以说我们俩的关系反而就是在那之后就变得越来越好，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一直联系，就是关系好的不行监委班长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帮我拉近跟每个战友的关系的一个一个有点夸张了，就是后面在他带队的时候，他甚至命令整个排的人抓我去阿鲁巴，说什么如果我什么时候能挣脱的时候，就是能练成了。我怎么可能挣脱嘛？就是我跑不了几步就会被他们一群人拿下，然后被一群人架起来羞耻 play。真的就是在部队那种无聊的环境下，你们觉得能有什么好玩的呢？那其中有一个自然就是看战友出丑嘛，就是所以说可想而知他们在接到这个命令之后能有多兴奋多开心。真的就是因为可以合法去霸凌一个人。当然嘛，战友还是知道度的，很多时候都是点到为止。我本身有时候也好面子，但是到了后来面对这种毫无还手余地的情形，我也开始学会享受了。只不过他们后面开始去脱别人裤子了，我就比较受不了了，因为实在是太羞耻了。我当时还开始喊班长救命啊，然后监委班长还会戏精上身，说什么信伟别怕，我来救你。结果他来了之后就是乐呵呵的围观，说什么别给他给撞坏了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也学会了，就是一旦他们要脱我裤子的时候，我就使出吃奶的劲儿去大喊强奸了之类的。然后战友哥几个就会像摸到了脏东西一样把我扔开这个时候我就算是已经跟那几个战友全都是混得开了。我属于那种一旦跟人混开了之后就会比较放得开那类，而且放开的程度会远超他们之前的想象。脱裤子这种事情在部队实在是太常见了，因为是让人出丑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而且逢年过节必定会有一个人去遭殃，我也因此留下了非常多的珍贵的影像资料，因为我通常是后来负责记录的那一个。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差生可以融入到特勤这个优秀的集体里，我觉得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而这个奇迹就是监委班长一手打造的。当然他在我身上花的心思可不止这么多，不光是让我融入集体这一块平日里给我的关心鼓励我都还没怎么说。而且这期也主要讲的是我们正常训练的部分，常规训练的部分后面还有很多训练科目是特勤独有的，那才是我们将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期间我自然也是出丑无数甚至一度走到了被淘汰的边缘，要被退回到6中队去了这里当然还是有很多插曲跟有趣的事情发生的。那么我在训练的时候经历了哪些痛苦，又是如何一点点走出来的当然是要亏了监委班长跟中队的其他战友了，我后面会一点点讲述的。也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
长视频制作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我再求一下一键3连呢，感激不尽。所以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